嗨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呀！又到了西西姐姐讲故事的时间了。今天的故事是想要的东西攒钱买。听，故事开始啦。这是小松鼠安迪和他最好的朋友小松鼠昆西，他们很喜欢一起骑车。有一天，安迪和昆西骑车路过一家玩具店，昆西叫道：哇，看那个自行车，还有那个机器人，还有那个棒球手套。哎，可惜它们太贵了。昆西问道：安迪，你能帮我买那些东西吗？安迪回答道：抱歉，昆西，我的钱不够。昆西说：哎，我怕是永远也买不了它们了。我回家了，明天上班见吧。安迪和昆西的工作是为松鼠镇收集橡子。安迪说：嗨，昆西，我想告诉你我是怎么买到自行车的。你知道吗？我是完全靠自己攒钱买到的。昆西说：真的吗？太棒了。安迪告诉昆西，这个自行车花了我20个橡子。安迪继续说，这些都是爸爸妈妈教给我的道理，因为即使是他们也没法买到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安迪说，这全靠做预算与攒钱。安迪继续讲道，所以我能买到自行车、双肩包还有棒球手套。昆西问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帮我买这些东西呢？安迪说，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呀，昆西。安迪说，第一步就是确定自己想要买什么。我们不可能买下所有东西，所以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。那就买自行车。昆西说，我觉得机器人和棒球手套可以等等再买。安迪继续说，第二步就是找到花钱和攒钱的平衡点。你不可能把钱都攒起来或者都花出去，具体就看怎么分配啦。昆西说，如果把钱都攒起来，那我就什么都做不了啦。安迪说，没错，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，确保既能实现未来的目标，也能满足当下的享受。安迪接着说，第三步就是做一个计划。昆西问道，怎么做呢？安迪一边画图一边说，我每周能赚5个橡子，我来给你画图说明。安迪讲道，购买我的自行车要花20个橡子，我每周攒下3个橡子，7周后就能买自行车啦。安迪说，我平时还想买糖果、看电影，所以我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攒起来，而是只攒一部分。昆西说，好的，第一步，我想买一辆自行车。第二步，我想早点买到它，所以我每周攒4个橡子。安迪说，那你5周后就能买到自行车了。哇，真是个绝妙的计划。昆西说，但是如果下周我还想买一双鞋呢？这要花4个橡子，我该怎么办？安迪说，昆西，那你就要想清楚鞋和自行车哪个对你来说更重要。昆西想了想说，我已经有鞋了，但是我想要一辆新自行车。好吧，就这么定了，我要严格遵守计划。从此以后，昆西努力工作，并将自己的目标牢记于心。如果昆西能够克制消费欲望，并且专注自己的主要目标，这件事没什么难的。5周很快过去了，玩具店送来了新自行车，昆西开心极了。安迪说，做预算和攒钱都能让消费更加自由。来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